为什么说女生谈恋爱找对象，甚至是你以后在婚姻当中都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防火防盗防闺蜜。就拿最近刚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哈，95年的姑娘哈，今年都29岁了，大学一毕业就来北京了。在北京工作生活节奏这么快的城市里，她跟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哈，每天就是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休息日呢顶多就跟闺蜜聚一聚，要么就宅在家里追个剧，哪儿也懒得去啊。那到现在为止她就谈过一次恋爱，还是之前大学的同学。最近这2年家里开始催她结婚了哈，催得多了呢，她自己也烦。说实话，她也不想成为大城市的大龄剩女，她也有点着急。所以最近呢，她就刷到了我的视频嘛，到我这报了个名，参加了几次活动，没想到呢好几个男生加了她。后来呢还真谈了一个啊，双方感觉还挺好的，发展了2个多月，本来挺顺利的啊。男孩是北京本地的，家里有房有车，做金融的，一年呢也能挣不少，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但是这个姑娘啊，她有个闺蜜看她从互联网上找了个对象，这么优秀，她就觉得不靠谱，经常跟她吹耳边风，说这个男生1.80米的个儿，长得这么好，家境学历收入都不错，他怎么会去相亲呢？总感觉哪儿不对她让这个姑娘一定要摸清楚这个男生的底细，千万别被人家骗了。结果就前几天嘛，520的时候，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就给她送了一个2万的包把她高兴坏了嘛。她呢就给这个姑娘去分享哈你看我的男朋友就不像那些网络上的男人天天抨击女性什么男性觉悟了，不要给女人花钱不要过各种节日，什么歪理男的不给自己的女的花钱，那还算是真爱吗？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这个2万多的包的链接发给了自己的这个朋友让他一定要试探一下这个男生经济状况怎么样包括对他的喜欢程度怎么样。这个女孩呢，她是个好姑娘她觉得才跟这个男生在初期了解阶段嘛，这个时候跟人家去要东西挺不好的，于是她就拒绝了闺蜜的这个好意。可是她这个闺蜜可没有善罢甘休直接夺过了她的手机，自作主张给男生发了个链接过去结果你们猜一猜发生了什么？你一定猜到了要是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以不用再担心被催婚了，也可以坦然面对父母了，因为如今你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据统计城市的适婚青年未婚率已经达到了 56.9%30岁以上的未婚人群呢已经超过了 20% 之多。未来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没有结婚的。晚婚或者不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家都不急，我急什么？说实话这2年结婚人数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9年的时间下降了 49.3%几乎是腰斩了。这些现象不只急坏了家长们，更急坏了专家有的专家认为呢，结婚率暴跌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以自我愉悦为中心，太过于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快乐了，是最自我的一代人。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其实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正有责任心的一代人。一般普通人呢，一生的目标概括起来无非就是成家立业4个字。但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立业不稳，根本无法为后代带来一个很优越的环境，支撑一个家庭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不成家以前的趋势的确是早结婚早生子，可如今呢，时代变了呀，大家更注重于个人的成长和自由选择结婚，从完成任务变成了一份沉重的责任。看看现在的钻石价格崩盘了吧，幼儿园区的生源减少了吧，教师也在过剩了，这些正是婚恋经济的缩影。以前热衷于结婚是因为结婚的成本低，现在结婚呢却要勤勤恳恳，不敢生病，不敢失业，不敢开销大，每一件事情都很容易磨灭掉一个人对于婚姻的热情，生活质量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年轻人不论是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都不存在对与错，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时代确实不同了，长辈们呢真的不用太过于纠结，大家说对不对呢？咱们评论区讨论讨论。有女生问我说现在的男生谈恋爱真的是越来越不主动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人家男生不是不主动，如果你是个外貌很出众的女孩，只要你给男生一点点暗示他一定会不管不顾的来追你的。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女生谈恋爱他们都怎么在谈？有的一上来就跟人家说要多少彩礼，有的一见面就要求男生给他送礼物，有的交往3个月了还不肯承认人家是男朋友，还更有甚者交往好几个月了连手都不让碰一下的。
你们一边在索取人家的付出，一边又把可得性降到了最低。不管你长得有多美，相处过程当中，男人都会不断的评估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如果他得出的结论很低，甚至为零的话，那男人很快就放弃你了。有的女生啊，她那个朋友圈真是没法看的，不是在夜店蹦迪啊，就是各种奢华旅游、网红打卡点，要么就是各种秀奢侈品晒。话说哈，人家那些高级名媛啊，背个爱马仕，那是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你背个爱马仕，那就叫奢侈品。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有什么好晒的？不过是暴露自己的贫穷罢了。嘴上喊着要嫁人，找个正经人结婚，自己呢天天晒着袒胸露背的自拍啊，伸着大长腿。我真没觉得你这样能吸引到什么正经男人。而一个普通男人，如果自己就是一个996打工人的话，每天除了吃饭，他就得攒钱买房。基本上哈，以上这种女生对他们而言完全就是没有可得性的，所以他当然不会对你主动的。就算那种有钱的大佬，他也看不上你这一类的，你信不信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哈，当男生呢对这些女生表示好感的时候，女生总是反应平平，一聊天就反复终结话题，你没有表现出丝毫对这个男生的好感和兴趣，那人家男人又不是傻子，不管你是装矜持还是假慢热啊，或者你真是没看上，那男生啊都会立马给你贴上可得性极低的一个标签嘛。所以然后啊，他自然就会把你搁一边去了。这个就是为啥哈，经常有女生说，哎，怎么男人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哈，很多性格活泼的女孩她极其受欢迎，甚至呢有的时候可以压倒那些长相身材都非常出众的女孩。这种女生很少出现在相亲市场的啊，就算她出现了，她的成功率也非常的高。你们是不是该向人家学习学习呢？大家说呢？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现在我就分享几点给你们哈，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在婚姻的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个女人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就来分一杯羹；当你的事业失败的时候呢，她很有可能就跟你离婚了，分走你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一个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面对这种女人哈，给你人生雪上加霜。没有人受得了的。其实呢，判断这一点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你要破产了。如果她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的女人，那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掉她的时间的，这种女人坚决不能要的。第二种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她永远不会去跟你沟通的，总是让你猜。这种女人真的特别累哈，你就想一想啊，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他就算是跟你结了婚，也会动不动拿离婚威胁你的。你就要不断的用挽留来证明你对他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哈，只要你们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他，不哄就说你不爱他啊，然后呢把男人的耐心都磨光耗尽，你们的感情也就磨完了啊，完蛋了就。第三种女人呢，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她特别的情绪化，一句话说不对就翻脸了，那翻脸比翻速度快。上一秒她可能还兴高采烈的，结果下一秒呢，就可以跟你干仗了。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是得顺着她，让着她，一切都要以她为中心，那才叫男人，那才叫爱她。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呢，你就等着哈，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吧，弄不好呢，1哭2闹3上吊。如果你们还有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第四种呢，公主病哈，现在太多这样的女生了，哪怕到了40岁，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她啊，一切都得围着她转才行。她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除此之外哈，还得会干家务，会哄她。人家只能做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妇。一个男人娶了她呀，那就是娶了个祖宗回家，你得伺候好啊，动不动就是那句话，我得给你生孩子，你不得对我好点吗？你要跟他结了婚啊，那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所以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就看看这几点啊，绝对不耽误你啊，完美避雷，认可的给个小红心再走吧。40岁的女人找对象要看眼缘哈，这个到底行不行得通呢？王女士呢是单身10年了哈，她说年轻的时候呢谈过几段恋爱，那几个男朋友长得都特别帅所以呢后来她找对象就特别喜欢找帅的，气质好的
但是过了30岁之后啊，基本上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很有眼缘的男性追求她了。这次她来我这里呢，说的特别的诚恳哈，说自己84年的，今年啊都40岁了，是真的想结婚了啊，想有个稳定的家了，不想再挑了，眼缘呢只要过得去就行。于是呢，我们就给她介绍了一位相貌中等的男士，长相就属于不丑也不帅的啊，正常的那种，年龄比她大3岁，在城里呢有车有房，对她的情况呢也挺满意的。可是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啊，王女士就看了这个男士一眼哈，就一眼，之后就再也没有抬过头了啊，眼睛一直就盯着自己的手机看，问一句答一句的聊着。大概过了20多分钟哈，见面终于进行不下去了，在男士的极度尴尬中结束了哈。后来我反馈嘛，说这个男士啊，身高还不到1.7米，自己如果穿个小高跟鞋，恐怕呀都比他看着要高了，身高太不搭了啊。然后呢，长相来说是不算丑，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长相也不是他能看得惯的那种。哎呀，我看哈，眼瞅着这位刘女士基本上又要绕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可是没辙呀。于是呢，我们又给她找了一位哈，身高1.78米，长相很周正哈，还很有衣品的男士，是一位非常有气质的画家。这回啊，王女士觉得特别满意，于是呢，跟对方见面啊，也做了精心的打扮。这一回哈，这个相亲气氛就特别的好，两个人在日料店啊谈得特别的开心。这一回呢，刘女士就跟我反馈哈，自己觉得非常满意啊，她还很自信的跟我说啊，感觉这位男士对她呢应该也是挺满意的。于是呢，我就跟这位男士去沟通了嘛，结果呀，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这位男士并没有看上她。那男士拒绝她的理由是，他觉得聊天过程当中呢，感觉她还是个小女生的心态，跟他40岁的年纪是极不相符的。那找老婆呢，还是想找一个心智成熟的女性。那大家觉得哈，刘女士这种女人算是肤浅的吗？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为什么说哈，有的女人她的认知太低了呢？我举个例子说，她们就是完全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然后呢，对别人的期待和要求啊就非常的高。那她注定啊找不到合适的人的，但是她们会把这件事情啊归罪于是因为男生不够优秀的原因造成的。其实男生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穷嘛、丑嘛、情商低嘛，基本上啊就是这3点。那但是这批女人嫁不出去呢，是因为她们的要求太高了，那娶不到老婆的男的是因为太穷了，所以他们的这2拨人呢是没有办法结婚的。然后女人呢就一定会说哈，为什么要让我们去降低要求，而不是让男人争一口气呢？那这句话听上去哈，就特别像那些视频里采访的一些姑娘哈，张口就来了哈，100万、500万、1个亿，好家伙，好像你读清华北大都只需要张口一说就行了，你就可以去读了似的啊，10年寒窗不需要了。哎呀，好像在他们的眼里，这个有钱人也是哈，满大街都是啊，随便抓一个就是100万年薪。可是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事情它都逃不开28定律的，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读到北大清华的呀，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挣到100万年薪的呀，啊，它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呀，对吗？而且他们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要求还会越来越高，他们宁愿打光棍也不可能降低要求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都希望找个优质的男人啊，挣钱多的，条件好的。要记住啊，当你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满足你的，那么他100%是不喜欢你的。有的女的哈，哪方面都不如男的，仅仅有个好看的脸蛋儿，哎，就想着怎么拿捏这个优质男人。他们就没有想过哈，优质男人有那么容易被你拿捏吗？一个强者怎么可能被一个弱者摆布呢？只有电视剧里啊才有这样的桥段的。如果你是图他的物质，那你就必须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一方，而不是他给你提供，明白吗？这个就是为什么啊，优质男人不可能做舔狗的啊。有的女的还经常说，哎，我看起来特别年轻啊，这句话也是够了哈，自欺欺人好不好啊？我就在这儿问你，20岁的小姑娘漂亮还是40岁的小仙女漂亮呢？同样五官的人，20岁的时候漂亮还是40岁的时候漂亮呢？你都40多岁了啊，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在降低了，那为什么你的要求啊比20多岁女生还要高呢？啊，我再问问哈，能满足40岁小仙女要求的这些男的呀，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20多岁的姑娘呢？你们说能找到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谈对象有这么难呢？主要还是男女之间啊防备心太重了。96年的女生跟93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哈，彼此都很中意，开始交往之后呢，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哈。女生说男生见了几次面之后就动手动脚的，想占她便宜，还问她可不可以做女朋友。笑话，
你什么都还没有付出，就想跟我确定关系吗？你怎么证明你的真心呢？怎么证明你的诚意呢？难道就是上下嘴唇一碰啊，几句甜言蜜语就完事儿了吗？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你了。但是男生却认为，他跟你确定关系之后，他才能选择付出更多嘛。关系不同哈，态度肯定是不同的。男生就怕自己付出打水漂啊，所以呢会着急跟你确定关系啊。女生呢就一直想要一个态度啊，怕男生得到之后就不珍惜，到最后呢很多的男生都会觉得女生又物质又现实，只认钱。女生呢就觉得现在的男生呢就会画大饼，没有什么任何的实际行动，稍微付出一点点就想来睡觉。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怎么办啊？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我跟奶茶妹妹比差哪儿了呢？这是一个99年的小姑奶奶怼我的话啊，真的挺有意思的。她吧说实话，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就仗着自己上了个好学校读书读的比较多，父母呢是企业里的高管，我就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这种自信。就连她妈妈都说我家姑娘找对象必须得找个好的，资产高的，综合条件都得过关，不然不嫁也罢。我们家条件又不差养得起她。就你们听一听这样的家长也真是自信过头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把奶茶妹妹的履历好好看过呀？跟人家能比什么呢？比长相，比颜值吗？人家可是差点就可以去做女一号的角色了，好吗？你能不能呢？你跟人家比家境吗？人家自己家里已经资产过亿了，父亲是集团公司的总裁，你怎么比你跟人家比学历吗？人家奶茶妹妹可是保送的清华，你呢？你是吗？你跟人家比收入吗？章泽天现在身价1000亿，你说你跟他比差哪儿了？你自己说你跟人家比差哪儿了呢？算了没有被现实毒打过的人我懒得说这不前几天我就让他去参加了一次我们的高端相亲局，基本上呢都是高资产高学历人群，这个就是想让他去看一看那里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女孩在跟他竞争。人家不论是长相身材学历还是家境都远远超越他。原本以为他去了之后呢，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之后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一点点的醒悟。结果让我很意外，人家去了这样的局并没有什么领悟仍然非常自信的跟我说，老师这么多男生我一个也没看上就有一位还可以。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小姑奶奶到底看上谁了？结果我一看那是一位连续创业从未失败过的精英人士，全球著名院校排前几名的高材生。关键是人家不但多金还长得帅。得我看这又是一个大龄剩女的坯子。大家觉得她这么绕能嫁得出去吗？什么是优质的姑娘现在不管是在北上广还是在重庆、成都、杭州这些新一线城市里，满大街都充斥着大量的单身姑娘，3000万光棍几乎都在农村。姑娘们在大城市里单身导致这个大城市的男女比例真的是已经严重失衡了。他们是真的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吗？不是的，他们都是在等一个方方面面都能够符合自己理想类型的男人出现而已。比如多金帅气身高1.8米懂浪漫，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把他宠成公主的男人。就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美女，你全方位真的无死角，挑不出毛病，那你想找一个6边形战士呢，真的无可厚非。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特别自信的姑娘，觉得自己可优秀了，上了北大清华，有个高收入的工作，业余有点爱好，穿衣打扮有点品味，就觉得自己是优质女性了。可是作为一个女人，你在婚姻里提供的价值是这些吗？你在工作上的优秀能替代你在婚姻里的优秀吗？恐怕不能吧。现在多少姑娘20好几了，还是父母在给他们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照顾她。这么大成年人了，还把自己当个公主，要宠爱，要任性，要无理取闹，要态度，要无限的包容和理解，只懂索取不懂回报，只懂享受不懂付出。跟男人谈个恋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谁敢娶你你不单着谁单着？所以一个优秀的妻子和一个优秀的员工，那能是一回事儿吗？你就想一想别人娶媳妇找对象能照着差的去找吗？那怎么能就把差的都找完了，剩下的就是最优秀的呢？你们觉得这个理论合理吗？
为什么优质的男人他根本就不追你呢？最近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办了多场高端相亲局，就有些女生就来反馈了哈，说这些男生是不是因为很有钱，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呢？只不过过来看看而已啊，加了微信也不聊天，也不主动，好像呢等着女生主动找他似的。每次都加了好多人，真正聊得下去的，能再见面的，真的少之又少。有的女生加了好多微信哈，一个跟他聊天的都没有。他还很纳闷哈，既然不聊天，那加微信干什么呢？那这些男人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呢？我干这行10几年了哈，接触过很多高端人士，特别是男性，就是这些优质的男人啊，他们身边其实根本就不缺乏美女的，只不过他们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选人是非常挑剔的，他们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了你，那基本上他是不太可能去舔你的。本来相亲这种形式嘛，什么要求和条件都摆在了明面上，他都知道你是冲他什么来的，那所以谁对谁啊也不可能有感觉。如果你还拿着那些平时普通的那些追你的男生那种甜口式的那种追求啊，就那样的标准你去衡量这些男人，那你就是在做梦。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男生啊，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哈，既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哦，人家能是缺心眼的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像你一样的美女。你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哈，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啊，舔你的，全部都是那些你根本看不起的，条件也不太行的。所以你要记住了哈，别以为所有的男人他都需要舔你，条件越好他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去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都懒得伺候。所以啊，不要期待优秀男人既优秀还主动还舔你。再说了，你爱听不听啊，因为你不主动，有的是人主动的，你明白吗？在北京哈，30多岁的那种高资产的创一代，像这样的男人，他的择偶要求到底有多高呢？你们这些女孩啊，根本就不知道。最近有个93年的女孩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聚会哈，认识了一位86年事业有成、资产很高的男士。两个人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聊到了一些需求的问题。这个女生呢，觉得自己学历很高啊，有聪明的头脑，配得上这位男士。可是经过这一番见面谈话之后呢，这个男士啊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后来呢，这位男士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现在有很多这类女性哈，向上社交的心态呢，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破圈。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呢，身边其实也不缺乏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去相亲市场看看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在颜值的基础之上呢，能遇到一个人品好、有内在修养和一个好的性格，包括教养，双商都在线的，最好呢家世背景呢也不要太差的姑娘，不想找那种相差太大的。像这位女士这一类的哈，颜值其实很平平，年龄呢也太大了一点，她呢只有唯一的一个长板，就是读书读到了博士，但是呢就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动心吧。另外呢，她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什么。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优势，她说到一方面呢自己是学历很好啊，以后可以教育好孩子，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其实关于教育孩子哈，我还真的不一定需要她来啊，现在的国际学校师资已经很好了。另外就是目前我的事业呢已经成功了，似乎我也不需要她怎么来帮助我吧。最后吧，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她还是有那种穷人的思维，她并不了解我和我周围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天天都在聊什么，都在做什么。其实你作为老婆呢，确实也不需要参与进来，但是呢差距确实太大了。首先她这个年纪啊，我就根本不想考虑的，我至少要3个孩子的，她的年纪根本不行，有碍于优生优育。最关键的点还是我们那天谈话2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浪费，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对于未来婚姻如何经营的，只听到了她要如何经营她自己，怎么挣钱哈，怎么变得优秀。那这些呢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只能对她说很抱歉了。你们看看哈，创一代的要求啊，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